眼前这棵平平无奇的小树苗，却被荒天地全族每天祭拜。树下随便一人，不仅可以手捏至尊脚踩先帝，还可穿越时空独断万古。只因他们是你觉醒剑幕成长系统后孕育的大荒第一家族。此时10村狩猎队满载而归，按照祖上传下的规矩，每次狩猎归来，都要向守护村子的祭灵献上贡品，感谢祭灵的保佑与指引。大荒凶险，人族艰难，几乎每个村子都供奉着一位祭灵，而10村却有3位。第一位是一截毫不起眼的雷击木，本已焦黑枯死的躯体上却生出一根翠绿欲滴的柳条，看着十分神秘。第二位是一尊足有5米高的血色骑士石像，通体赤红，霸道非凡。第三位最不起眼，只是一株矮小的树苗，若不是前面立着高大的祭台，谁都会以为它不过是大荒里最普通的野树。这第三位就是你。看着眼前的祭拜仪式即将开始，你心中暗暗感叹，终于要祭祀了吗？这一天可等了太久。你本是穿越而来，化作了10村历代供奉的祭灵之一，还获得了一个名为剑幕成长的系统，以及一项根系感知的能力。根系延伸到哪里，你就能感知到哪里。虽说眼下只是一株小树苗，可你的根系却异常发达，早已遍布周遭100公里之内。换句话说，方圆100里发生的一切都瞒不过你。祭祀正式开始，狩猎队将大量血石平均分成3份，恭恭敬敬地放上3座祭台。石云峰却皱起了眉头，上前一步高声道：族长，这次狩猎大获丰收，全靠血色骑士祭灵的指引，他的那份血石已经更多些，怎么能跟柳树和小树瑶一个等比？这不合理吧？他是狩猎队长，这次之所以收获如此丰厚，确实全凭血色骑士的指引，没有他根本不可能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整整1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，没有之一。族长闻言，脸色一沉，严厉训斥道：闭嘴！3位祭灵公平祭祀，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谁也不能改。石云峰不服气地梗着脖子：祖训我当然知道，可这些年全靠血色骑士护佑，柳树根本没出过什么力，更别说那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了。这话倒也不算全错，雷击木多年毫无生机，后来虽生出一根柳条，但族长只是称其为柳神，从未见他展现过什么能力。至于你这株小树苗，更是弱不禁风，在众人眼中跟摆设没什么区别。云峰，你食言了！族长脸色铁青，死死盯着他。石云峰也知道自己话说过头了，不敢再犟，连忙跪下，朝3位祭灵磕头认错。随后，族长率领全族跪伏于地，虔诚叩拜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祭祀，血石正在转化为成长点数。系统冰冷的声音在你意识中响起，你颇为期待。这么多蛮荒血石能转化出多少生长点数？注意，蛮荒血石正在消亡，转化成长点数失败。你一愣，怎么回事？刚才还转化的好好的，生命点数在不停增长，怎么突然就失败了？你赶紧动用根系感知探查变化，不探还好，一探之下，鼻子差点被气歪。血色骑士正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将所有祭台上的血石尽数吞噬，他自己祭台上的血石早已干枯殆尽，柳神祭台上的也未能幸免，你的那份自然更不会放过。真是畜生！你忍不住在心里骂道，对方吞噬的速度简直恐怖，你有系统加持也才转化了1/3，仅得30点生命点数，剩下的全被这块破石头抢了。族长吓了一跳，愣在原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历经这么多年的祭祀，从未出过这种事。石云峰却兴奋地喊道：是血色骑士祭灵发怒了！族长，正如我所说，一切都是血色骑士的功劳，可祭祀的血石却3家均分，祭灵觉得不公平，自然震怒。正所谓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，这不是理所当然吗？这解释倒也说得通。族长惊魂未定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时，天地骤然变色，雷鸣阵阵，一道巨大的闪电劈中血色骑士，电芒在石像中闪烁流转，令他更显神秘骇人。祭灵息怒啊！族长不知所措，只能率领族人跪在地上，朝暴怒的祭灵连连磕头。可血色骑士丝毫不买账，唯一的回应只有越来越狂暴的雷霆。众人在滚滚天雷之下脸色惨白，瑟瑟发抖。石云峰赶紧高声道：祭灵息怒！以后凡是您的指引，您的功劳，狩猎队只记您一位，绝不再搞什么平均分配。您的功劳就应该得到尊重。轰隆隆，雷霆渐渐减弱，却并未停息，似乎血色骑士的怒气还没有消散。族长，您快说句话呀！石云峰急切地望向族长，毕竟您才是10村的领袖，您给个承诺。没想到祭灵如此凶厉，族长感叹一声，无奈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这么多年的规矩，他不愿更改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你感知到这一切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。谁的功劳就该获得相应的回报，这一点你自己也认同。可雷霆又轰鸣了一阵，仍旧没有停歇。族长和石云峰对视一眼，满脸疑惑。都已经答应了，为何还不肯罢休？你也有些纳闷。什么意思？人家都答应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石云峰试探着喊道：难不成您要所有的祭祀血石
你要成为石村唯一的祭灵，让我们请走其他2位。此言一出，众人色变。3位祭灵保佑石村多年，传说从上古传承而来，怎能随随便便请走？这未免太欺负人了。况且另外2位祭灵虽未展现过恐怖的能力，可谁知道深浅？万一他们也发怒，降下异象，小小石村可承受不起。绝对不行！族长当即拒绝，可话音刚落，雷霆骤然暴涨，一道道雷柱轰击而下，冲击着众人的耳膜和视觉，脑袋像要炸开一般。石云峰无奈道：“族长，再不答应，咱们都得没命！”族长大声怒吼：“我石村虽是小小村落，却传承了无数岁月，在大荒屹立多年，绝非一群愚昧山民啊！”他额头上浮现一道道闪烁的古纹，散发出神秘的力量，助他硬抗着狂暴雷霆。那是太古真火血脉遗留下的战斗意志。族长举起一块晶莹剔透的骨头，骨上繁奥的符文与额头上的闪光交相辉映，蕴藏着无穷战意。你若想独享我族祭祀，就拿出真本事来！族长厉声道：“3位祭灵，孰强孰弱？谁能真正守护石村？比试过才知道。谁能助我石村度过漫长寒冬？谁能助我格杀大荒凶兽？谁就是我石村唯一的祭灵！”面对灭族般的压迫，族长拿出了最后的底牌，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，硬刚3位祭灵。你在心中暗道：好家伙，竞争上岗是吧？要是比不过血色骑士和柳神，自己可就要被请出石村，再也没法获得生命点数了。轰隆！雷霆平息，狂怒的血色骑士不再愤怒，似乎接受了族长的提议。毕竟一株平平无奇的小树苗和一节雷击木，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紧接着，巨大的血色骑士猛然燃烧起来，灼烈的火光令周围众人口干舌燥，极为难受。众人莫名其妙，怎么又燃起了火焰？难道他还有什么过分的要求？我看到了，是神迹，是神的启示，是祭灵的指引。跪在地上的石云峰突然狂热地大喊起来，在无尽的火光之中，他看到了一幅画面，一处藏在山坳里的白色羊群，无边无际，数都数不清。我知道那个地方，没想到羊群竟然藏在那里。石云峰激动的声音发颤。大雪封山之际，羊群会寻觅一处隐秘之地躲避猎人。猫过寒冬，头羊十分机敏，选择的地点极难被发现。可一旦有猎人能找到冬季羊群的藏身之所，那便是天大的丰收。不仅南澳的冬天有了保障，甚至够吃到第2年冬天，整整1年的食物都有着落。果真如此啊！族长也不禁激动起来。在大荒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他太清楚找到冬季羊群意味着什么。他30年的狩猎生涯中，只有1次找到过冬季羊群的位置，也正因为那一次，他才当上了族长。由此可见，这件事何等重要。云峰，不要太激动。族长努力保持着理智，石云峰却大声道：“族长，血色骑士祭灵不仅能帮咱们狩猎，还有诸多别的用途。只要咱们虔诚祭祀，祭灵给予的回馈大到咱们难以想象。我看也用不着搞什么比试了。血色骑士显然最适合石村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别的不说，光名字就合适。石村所有人都姓石，祭灵恰好也是一块石头，天生一对儿。”族长摇头道：“你虽然看到了羊群，可还没有真正猎到。血色骑士祭灵若真是最合适的，也用不着这么着急。好饭不怕晚，等你真正大获丰收，再说其他不迟。更何况另外2位祭灵还没动静，你又怎知他们给予的回馈不会更多？”石云峰想要反驳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咽了回去。好吧，那就看看其他祭灵有什么动静。众人安静下来，目光齐齐投向另外2位祭灵，等待着神迹降临。可什么都没有。雷击木上的翠绿柳条随风轻摇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你这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同样毫无反应。你也想展现什么不可思议的神迹，告诉石村村民哪里有肥美的猎物？说实话，你手里确实有非常详细的情报，可奈何你没有任何展示神迹的手段。况且最重要的是，柳神还没有动静。你想看看这株神奇的雷击木最终能拿出什么手段，展现何等神迹？至于血色骑士所指的羊群，虽然看似天大的馅饼，其实危险重重。你早已用根系感知到，事情远没有石云峰想的那么简单。羊群数量虽多，可盯着羊群的猎手也不少，其中就有狡诈凶险的狼群。石村的汉子们若与狼群正面交锋，虽不至于全军覆没，也绝捞不到什么好果子吃。等了许久，见柳神和小树苗始终没有任何反应，石云峰站起来，大手一挥：“散了。”
抓紧回去休息，明天狩猎羊群。既然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，自然要抓紧时间。族长皱眉道：“云峰，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，不要轻举妄动。”石云峰急道：“族长，纪灵已经降下神谕，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呐！”我说了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族长语气骤冷：“是否狩猎，明天由我定夺。”在凶险的大荒，对部族来说，每一次狩猎都需极为慎重，绝不可草率行事。族长，石云峰还想再说，却被族长冷冷一瞪，迫于威严，只能带着狩猎队悻悻离去。夜深人静，只剩族长一人站在3座祭陵前。他缓缓跪在雷击木面前，低声呢喃：“你感知得分明，他正在用某种秘法与祭灵沟通。”片刻后，族长猛地起身，脸色极为难看。他确实在尝试与柳神沟通，可无论他如何陈述厉害，柳神始终不语。别说展现神迹为狩猎队指明方向，连一丝回应都没有。那是神灵对蝼蚁的不屑一顾。族长失魂落魄地站起身，一步步向石屋走去。你看得无语了，这就走了？未免也太双标了吧！为何只问柳神，不问自己？好歹自己也是祭灵，理应一视同仁，用秘法也来询问自己一下才对。完全无视是怎么回事？忽然，族长猛地回头，盯着你这株弱不禁风的小树。缄默。他快步走到你面前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你暗暗点头，这就对了吗？自己也是祭灵，理应享受和柳神一样的待遇。虽然你没法显露神迹，也没办法主动跟他沟通，可族长的秘法一定行。只要他施展秘法，你就能把羊群的危险信息传递出去，让狩猎队避开大祸。除此之外，你还能为狩猎队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，让石村在毫无危险和伤亡的情况下获得大量猎物。如此一来，孰高孰低，一目了然。算了。族长深吸一口气，似乎疲惫至极，竟没有施展秘法，转身又走了。你本以为他要施法了，结果虚晃一枪又走人了，你彻底无语。没办法展现神迹，就这么受歧视吗？其实也不怪族长，只怪你从未展现过任何神迹，外表看着又太过平平无奇。要不是族长每次都坚持将你纳入祭祀，恐怕整个石村都不记得还有你这么一位祭灵。不行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你下定决心，必须想办法破局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真要被请出村子。你仔细盘算还有什么底牌？其实你并非没法展现神迹，只是生命点数不足。可获得足够的生命点数，又谈何容易？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另辟蹊径。你仔细感受着这副弱不禁风的树木躯体，忽然灵光一闪，问道：“能不能停止根系的营养输送？”叮，停止营养输送后，树叶将逐渐枯黄，时间过长，有可能枯死，请谨慎操作。冰冷的机械音回应，你当即下令：“就是要哭，马上停止营养输送。”这是你眼下唯一能做的事。已停止营养供应。很快，根系的营养断了，肉眼可见，翠绿的树叶开始暗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叶片必然枯黄泛红，枝丫甚至可能折断。你很是满意，这一下一切就有转机了。翌日一大早，石云峰便带着数十名强壮的狩猎队员在石村广场集合，人人摩拳擦掌，兴奋异常。可族长却站出来泼了一盆冷水：“今日不急，不可狩猎。”众人一愣，石云峰也大感意外：“族长，如此大好局面，为何阻止？”族长冷哼一声：“祭灵已有异象，好好看看吧。”什么异象？石云峰满脸不解，转头望向3座祭灵，柳神毫无变化，血色骑士依旧一片赤红。小树苗有变化。石云峰死死盯着你，脸色微微一变。一夜不见，你原本翠绿的树叶竟已变成一片赤红。众人见状也都吃了一惊，如此赤红，如鲜血一般，确实不吉利。不祥之兆。族长冷冷道：“此行必有血光之灾。”石云峰不服气道：“大荒凶险，每次狩猎都是刀尖舔血，些许凶兆何足挂齿。”不错，我们相信血色骑士祭灵。既然祭灵已经展露神迹，还怕什么？我们愿意追随石云峰猎杀羊群。石云峰的嫡系纷纷站出来大声鼓动。没办法，羊群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那些本来有所动摇的人，一想起成堆的猎物，瞬间就把危险抛到了脑后。族长皱起眉头，一言不发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拦不住这群生龙活虎的牛犊子。不仅如此，狩猎队被石云峰掌控多年，这帮凶蛮的汉子只听石云峰的，早已不把他这个族长放在眼里。此时若强行阻拦，恐怕情况会更加糟糕。也罢。族长深深叹了口气：“我同意今日狩猎，但狩猎队不能全去，必须留下一部分人，这样万一发生意外，也能为石村保住一批火种。
不至于元气大伤。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。石云峰这一次倒没有唱反调，爽快的点了头。族长和石云峰达成一致，其余人就算心里不情愿，也只能照做。很快，1/3的狩猎队员被留了下来，他们一个个满脸怨怼地瞪着你这株小树苗，觉得一切都怪这个废物纪灵，从来没显示过神迹，偏偏这时候冒出什么不祥之兆，断了他们的财路。族长，我们出发了。石云峰笑道：“此行必然大获丰收，不可贪功冒进。”族长表情严肃，沉声道：“你若能把族人全都带回来，就是大功一件。”石云峰哈哈大笑：“族长，你老了。年轻时的豪迈英雄气都不见喽！”说完也不等族长答话，便大手一挥，带领狩猎队浩浩荡荡的离去。族长望着远去的人群，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。他长长叹了口气，低声自语：“希望是我多心了。1个月后，石云峰带着狩猎队回来了。狩猎队损失惨重，足足折了1/3的强壮战士。回来的人也多带着伤，就连石云峰自己身上都覆满黑色血痂。看到等候在村口的族长，石云峰满脸羞愧，低下了头。拜祭灵吧。族长走上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啥也别说了。每次狩猎归来，不管成败，回村第一件事都是拜祭灵。石云峰跪在地上，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眼中泛起泪光，声音沙哑道：“族长，是我无能，没能指挥好狩猎队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族人们一个交代。”每一个牺牲的狩猎队员都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他们的逝去意味着石村又多了许多孤儿寡妇和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。别说了。族长长长叹了口气，也怪我。他没有责怪石云峰，反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如果当时他再强硬一点，坚决不让狩猎队出发，也许就能免了这一场血光之灾。石云峰跪在地上，放声痛哭，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死去的战友。狼群太狡猾了。他哭诉着，声音沙哑。作为族中最年富力强的狩猎队长，石云峰经验丰富，深知大荒的种种凶险。找到羊群位置之后，他并没有轻举妄动，反而做了大量侦查，甚至洞察了狼群的埋伏，一次次与狼群交战，他们都占着上风。本以为可以大获全胜，结果一切都是狼王设下的圈套，最终大败亏输，险些全军覆没。队长，不能怪你！一个断了腿的壮汉大声喊道：“如果没有你，我们谁也回不来！”对，石云峰队长没有错，都怪血色骑士，是他给的神谕，结果却是陷阱，就怪这块破石头。众人群情激愤，一个个冲到血色骑士面前破口大骂，甚至有人发了疯似的用头狠狠撞击石像。放肆！族长大惊失色，不可对纪灵无礼！他冲过去想拦住众人，可已经晚了。血色骑士骤然燃起大火，几名躲闪不及的战士当场被烧死。纪灵大人息怒！族长连忙率领众人叩拜，高声道：“族人愚昧，冒犯了大人，望大人看在千年情分，不要动怒。”3位祭灵受石村祭祀1000年以上，怎么说都是有些交情的。族长直起身，大声对众人说道：“狩猎羊群失败，不怪祭灵大人，也不怪石云峰队长，怪我老迈昏聩，抽走了一半狩猎队员。若是没有抽走，凭我石村儿郎的本事，定能擒杀狼群，猎得千只肥羊。”此言一出，血色骑士的火焰才慢慢熄灭。这个答复，他算是满意了。族长，石云峰大声喊道：“不怪您。”别人不清楚，他自己最明白。哪怕再多1倍的人，也不可能战胜狼群。族长抽走一半狩猎队，完全是保护了整个村子，让石村仍然保有狩猎的能力。石云峰羞愧不已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之前他还嫌弃族长年老力衰，没有进取之心，现在才明白，族长的格局远远超过他。云峰一路归来，有没有发现被跟踪？族长突然问道。没有。石云峰摇头，本来我们10天前就可以回来，为了躲避追踪，硬是在外围晃荡了10天。狼群狡诈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族长愁眉紧锁，心中不安。这是一个老猎人的直觉。他沉默片刻，忽然沉声道：“取出血石，向3位祭灵生人活祭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大惊。所谓生人活祭，除了大量血石之外，还需一位主祭之人献出性命。族长，这是为何？石云峰大为不解。石村已经被重创，之前狩猎的血石勉强够过冬，若全拿出来祭祀，族人们恐怕挨不过冬天，更何况还要一位族人献祭。云峰，族长眼中掠过一抹哀伤，不过很快就被一股豪迈之气强行冲散。石村能不能挨过今晚，还是未知数。不当为主祭，以我残躯，
为石村博取一线生机。众人闻言，齐齐重重跪在地上，眼中含泪。族长何必如此？石云峰急道：狼群不敢攻击石村，哪怕他们杀过来，咱们石村二郎也能尽数斩杀。孩子，别天真了。族长摇了摇头，平静道：我已经在你身上闻到了它的味道。他和狼王是老相识了。狼王之所以放石云峰等人回来，有着更大的图谋。多年前他就跟狼王交锋过，互有胜负，谁也没占到大便宜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狼王仍未忘却仇恨，偏偏等到他年老力衰之际，要送他一场灭族大捷。我有罪！石云峰重重磕头：孩子，不必自责。老族长苍老的眼眸中闪烁着浓烈杀意。他是冲我而来，不是你。况且谁输谁赢，犹未可知。哪怕没有石云峰，狼王也会想办法找到他。3座祭陵前堆起了小山一般的血石，石村老族长搬血径近10万斤，历史巅峰之时，只差一线便可开辟洞天。如今已然年迈，奈何仇家上门，灭族之祸迫在眉睫。老族长站于祭台前，声如洪钟：愿献上3滴最纯之真血，望3位祭灵鼎力相助，助老夫破贼。若能保全族人，击退仇家，老夫誓死不悔。他目光平静，如此大事，举重若轻。众人齐齐跪下，痛哭流涕。以老族长的修为，再活50年不成问题，可若献出3滴真血，恐怕只剩1-2年寿命，甚至更短。老族长却哈哈大笑，极为豪迈：3滴血换我万余族人存活，不亏！轰隆！血色骑士率先燃起熊熊烈焰，祭台前的血石眨眼间便被燃烧殆尽。吞噬血石，就说明祭灵答应了老族长的请求。见此，你也赶紧开始吞噬血石，动作要快，否则那红石头疙瘩又要来抢。随着一连串提示音在意识中响起：叮，恭喜宿主，生命点数到达100，解锁根系控制。叮，解锁剑木神技。叮，解锁铁马冰河入梦来。一句句提示音听得你浑身舒畅，看来只要点数积攒够多，就能解锁各种能力。你当即尝试根系控制，心念一动，一根根粗壮的根系从地底钻出，直奔血色骑士而去，眨眼之间便将它整个包裹住。猛地一甩，轰隆！血色骑士直接被扔飞出去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重重砸落在石村村口。你自己都大感意外，本来只是闹着玩试试手，没想到这么猛，看似离谱，其实合理。祭台前，众人全都呆愣在原地，以为自己眼花了。开什么玩笑！一向默默无闻、弱不禁风的小树苗，竟然把血色骑士扔飞了。就连见多识广的老族长都张了张嘴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血色骑士在村口燃起熊熊大火，显然异常愤怒，火焰烧红了半边天空。石村人见此，一个个惶恐不已。族长，赶紧把血色骑士祭灵搬回来吧！祭灵大人被扔在村口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，大不敬啊！肃静！老族长冷冷训斥，众人不敢再言。血色骑士熊熊燃烧，怎么搬回来？别说有火，就算没火，凭他那恐怖的重量也难以搬运。老族长环视众人，沉声道：此乃大吉之兆。众人一脸茫然，两个祭灵打起来了，一个还被扔到了村外，暴怒不已。怎么看都不是好事，怎么就成大吉了？老族长高声道：2位祭灵大人已经答应帮助石村，不仅如此，为了这一战，更是冰释前嫌，并肩合作。血色骑士立于村口，便是阻挡狼群冲入石村的坚不可摧的大门。我等可以利用骑士做掩护，抵挡潮水般的狼群进攻。弓箭手站于骑士之上，居高临下，精准射杀狼群。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不是祭灵打架，而是合力抵御狼群，满满的诚意啊！轰隆，血色骑士再次爆燃，火焰更盛。祭灵大人战意昂扬，我族之幸，石村之福。老族长朝着村口重重一拜。至于血色骑士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压根不在乎。数息之后，血色骑士熄灭了火焰，也不知是认了命，还是烧累了。取万斤古弓。老族长大声下令，他曾经的战友们再次回到祠堂，合力抬出一张重达1000斤的巨大古弓。苍白的骨骼与淡黄色的金弦在阳光照耀下，透露着远古的苍凉与肃杀。哈哈哈，老伙计。老族长单手举起巨弓，笑道：好久不见，20年了。他已经20年没拽开过弓弦，本以为这辈子再无机会，没想到垂垂老矣之际，还有一场血战等着他。老族长抚摸着古弓，眼神中闪烁着回忆之光。下一刻，嗡，一剑冲天而起，重重落在石村不远处的地面上，剑身没入土中，只余未雨在风中颤动。以此弓箭为界。老族长铁血肃杀，声若洪钟。若有越界者，
不管是人是兽，尽皆格杀！是。部落战士齐齐回应，气势惊人。300名弓箭手，50人一组，分6组轮换。老族长开始布阵。凌晨最黑暗的时刻，老族长盘坐于地，双目紧闭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忽然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豁然起身，厉声吼道：“火箭！”早已准备就绪的弓箭手立刻点燃箭矢，拉满弓弦，蓄势待发。老族长猛地挥手，嗖嗖嗖，数百支火焰箭矢如同繁星，划破夜空。火光之下，一头头凶狼现出身形，他们有的潜伏于草丛，有的藏于大树之后，静静等待着狼王的号令。远山之上，一只体型巨大的狼王对月长啸。老族长心中一凛，狼群要冲锋了！数千头凶狼双眸同时亮起幽绿凶光，齐声怒吼，向石村发起冲锋。老族长手掌重重一落，嗡！一轮浩大的箭雨倾泻而下，狼群瞬间被干掉了一半。你大惑不解，狼群这么弱，本以为是一场宿命之战，对手竟如此不堪一击。冲上去，把这群畜生碾碎！石云峰举起长刀，一手刀一手盾，第一个冲了出去。人潮与兽潮如同2道洪流，重重撞在一起。狼有锋利的牙齿和利爪，人有坚韧的盾牌和锋利长刀，一瞬间杀得难解难分。人兽绞杀如同绞肉机，不管是人还是兽，都被一个个绞碎，惨烈非常。旭日东升，本是生机勃勃的早晨，林间却充斥着死亡的腥气。石云峰一刀劈在一头凶狼脑袋上，直接将狼头劈成2半。他扛起半具狼尸，站在一堆狼尸之上，举刀怒吼：“赢了！”数千头凶狼尽数被斩杀。族长，冲过去杀狼王！石云峰欲要乘胜追击，扩大战果。狼王一直在远山上观战，身边只有几头凶狼护卫，看似并不强大。不行。老族长依旧持重，望山跑死马，看似不远，其实不近。若贸然冲过去，气力不足，又遇上埋伏，就是灭顶之祸。打扫战场，收拾同伴的遗体，藏好凶狼的血石。弓箭手继续警戒，若有人兽靠近，当场格杀。他怕的是狼王还有下一波冲锋，似乎暂时没有。狼王始终站在远山之上，居高临下的注视着这一切。石云峰皱了皱眉，走到族长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族长，这群凶狼看似冲锋凶猛，实际战斗力不足。我刚才特地查看过了，里头好多都是老狼，甚至有残废的，全是老弱病残。我带1000人才能如此摧枯拉朽。正因为如此，不错。”老族长点头道：“你看得很准，狼王犹在，他是想用老弱病残消耗咱们。真正的进攻应该在今晚。”对。石云峰恍然，这头畜生十分狡诈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族长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石云峰急道：“不若我带一支队伍偷偷摸上去，直接砍死狼王。”老族长骂道：“哪怕洞天境大修士，也不一定能轻易杀死狼王。你觉得你可以？”石云峰挠挠头，讪讪道：“不可以，他只是斑血境，还远远没到极境，跟洞天境大修士没有可比性。咱们就守在石村，狼王来攻，自然有各式各样的好东西等着他。”老族长双眸迸射寒光，石村经营多年，陷阱与武器数不胜数，谁来都不可能占到便宜，这就叫地利。石云岭，老族长眉目微动，忽然叫了一个名字：“你带100人队退下。”族长，退下。退到哪里去？石云岭十分不解，狼群的冲锋随时可能再来，这时候却让他带100人队撤退。不要问。老族长冷冷命令道：“你跟我来祭台。”石云岭赶紧去召集100人队，众人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照做了。老族长跪于祭台之上，默默祈祷，身上5色神羽衣闪烁着微微光芒。啪！他扔出2块兽骨，占卜吉凶，2块兽骨落地，一正一反，大凶之兆。石云岭带着100人队赶来，独自一人走上祭台。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兽骨，脸色微变：“族长，是凶兆，人定胜天。”老族长一拳砸碎兽骨，怒斥道：“我等顶天立地的儿子信兽骨！”石云岭赶紧低头，既然不信，又何必占卜？只是这话他可不敢说出口。云岭，老族长忽然放缓了语气：“这些年，你怪不怪我？”石云岭咬着牙，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：“不怪。”嘴上说不怪，其实恨得咬牙切齿。你是我儿子，又精明强干，不管气力还是头脑，都远在石云峰之上。老族长缓缓道：“可我偏偏不让你当狩猎队长，让你屈居石云峰之下，你肯定是怪我的。”老族长这么做，一是为了避嫌，二是为了磨砺儿子，给他更大的责任。一开始自然是怪您的，
石云岭刚想把多年的委屈一股脑道出来，可对上老族长锐利的眼眸，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，改口道：“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您一定另有深意。你能理解，我很欣慰。”老族长点了点头，目光深沉：“你已经藏风10年，是时候闪耀了。”石云岭双眸骤然一亮，10年来，父亲不仅打压他，还逼他学了很多看似毫无用处的技能，百般不情愿也得学。去雪狼山掏狼崽子，老族长冷冷道：“赶尽杀绝，断子绝孙。狼王敢对石村发动灭族之战，就要承受自己也被灭族的代价。”他取出一张兽皮地图，极为破旧，上面还有斑斑血迹。此乃雪狼山地图。石云岭伸手去接，老族长却死死攥住不放，凝重道：“30年前，为了这幅地图，我死了100多个兄弟，务必妥善保管。”是。石云岭双手郑重接过地图，顿时觉得沉甸甸的。他仔细辨认着地图上的方位和标志，险峰、河流、毒瘴、沼泽。看着看着，他忽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10年前，您就在谋划了。10年前，老族长态度强硬的让他和百人队训练攀岩、抗毒或泥沼行军，因为训练强度极大，又看似毫无用处，所有人都怨声载道。没想到，竟是为了今天。错！老族长冷哼一声：“我足足准备了30年。”从30年前他的生死兄弟们被狼王咬死的那天起，他就开始筹备。跟随石云岭训练的那100多名勇士，正是当年为雪狼山地图战死的100名勇士的孩子。我苦等30载，头发都等白了，终于等来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老族长目光如刀：“狼王倾巢而出，雪狼山必然空虚，这是30年来最难得的机会。”好，我明白了。石云岭收好地图，胸中热血滚烫，豪情万丈。他和100多个兄弟就是一把尖刀，要狠狠钉进雪狼山，钉进狼王最柔软的心口。你明白就好。老族长缓缓抬头，悄然隐去眼眶中的泪花，淡淡道：“去吧。”走小路。虽然狼群包围了石村，可石云岭对这片土地太熟悉了，知道许多隐蔽的小路，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遁出去。是。石云岭决绝转身，大踏步离开。等等！老族长忽然叫住他，他走上前，为儿子仔仔细细整理了一番胸甲，非常用心地擦掉了上面一处血迹，最后上下打量了儿子一眼，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曾经鼻涕满脸的小不点，也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硬汉子。父亲，儿子走了。石云岭忽然跪下，砰砰磕了几个响头。10年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叫父亲。磕完头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不敢再看父亲一眼，大踏步离去。老族长望着儿子的背影，久久不愿收回目光。深入狼窝，凶多吉少，此行恐怕有去无回。父子二人怕是再也没有见面的可能了。忽然，凶狼的嚎叫再次传来，一开始只是1、2声，可渐渐的连成一片。石村四周全都充斥着恐怖的狼嚎。此时正值清晨，石村战士刚准备吃饭，是精神最为放松之时。狼群要冲锋了！石云峰大声叫道：“族长，狼群要冲锋了！”按理说，狼群应该在夜里发起进攻才对，黑夜是他们最好的伪装和武器，夜间目力远超人类，就如同正常人打瞎子，优势巨大。可现在他们偏偏放弃了自身优势，选择白天冲锋。慌什么？老族长浑然不惧，白天冲锋更好，能看清每一头凶狼的位置，对咱们大大有利。他站上高高的祭台，俯视整个战场。此时族人饥寒交迫，战士们连饭都没来得及吃。狼王选在这个时候发动冲锋，确实是最佳时机。看着疲惫的战士们，老族长隐隐有些担心。嗷呜！一声嘹亮的狼嚎划破天际，令在场所有战士心神震颤。这是狼王的嘶吼，与其他凶狼截然不同，似乎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力量。白狼王！石云峰指着不远处大声喊道：“一头体型巨大的狼王现身了，他头顶有一缕黄毛，如同第3只眼睛。之前他一直待在远山之上，没想到竟已悄悄逼近了石村。这一次冲锋，白狼王要亲自带头，孤注一掷，不顾后果的最后冲锋。”好！老族长虎目圆睁，死死盯着白狼王。白狼王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，高高昂起头颅，与他对视。30年前，他是年轻力壮的村落第一勇士，他是狼群中最凶狠的头狼。一人一狼的碰撞，天崩地裂，血流成河，仇恨的种子深深埋在彼此心中。30年后，他是尚有余力的斑血境老者，他是狡诈凶狠、赫赫威名的白狼王。又一次一人一狼的碰撞，这一次天雷勾地火，这是2位老对手生命中最后一次绽放，也必将是最耀眼的一次。老伙计，
先送你一份见面礼。老族长拽开巨大的骨弓，浑身肌肉隆起，一枚枚骨纹在皮肤上闪耀，3滴真血滚滚燃烧，为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。整个战场似乎都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，甚至所有狼都屏住了呼吸，注视着老族长。这一箭若能射中，一切便结束了。白狼王发出怒吼，他浑身狼毛根根炸起，如同钢针，双眸中爆发出一道道光芒，细看之下，竟有一道道繁奥的符文在其中流转。轰！白狼王猛然跃起，周遭的石头都被巨大的力量压成粉碎。冲！老族长又将弓弦拉长1寸，周身暴掌用力，脚下的祭坛都寸寸龟裂，粗大的古剑飞射而出，力量恐怖至极，撕裂虚空，甚至洞穿了一棵核爆巨木。哪怕如此，剑矢余力仍旧不衰，如同坠地流星般重重砸过去，摧枯拉朽，摧毁沿途一切阻挡，直奔白狼王的脑壳而去。白狼王双眸绽放璀璨光华，身体竟在高速奔跑之下生生扭动了1分。就在巅峰毫厘之间，他躲过了致命一击。砰！古剑射入巨石之中，只留下一小截尾羽露在外面，深入其中，可惜没中。白狼王猛地停下，巨大的狼爪踩在古剑之上，似在嘲讽。紧接着又是一声嘶吼，一头头体型巨大的白狼从4面8方涌出，同样嘶吼着发起了死亡冲锋。全都是白狼，奔跑起来如同苍白洪流席卷大地，所到之处尽被碾碎。众人见此，无不面露骇色，怪不得白狼王要选白天冲锋，他要用恐怖的白狼群彻底把石村人吓破胆。拉弓！老族长大喝，他拽弓的手臂微微颤抖。先前那一剑损耗极大，弓箭手们拽开长弓，弓如满月，壮观异常。老族长举起手，却迟迟没有落下，迟迟没有命令放箭。他在等一个足够近的距离。白狼的皮毛极为坚韧，只有足够近才能射穿，直到弓箭手们的手臂都微微颤抖，老族长才重重放下手臂，厉声道：“发！”刷刷刷，箭雨突袭，一根根落下。一半没有命中目标，射中的那一半也只伤到皮肉，被白狼坚韧的毛皮挡下了大部分伤害，只有极少数射中了白狼的眼珠，稍稍阻碍了冲锋。一轮箭雨下来，根本没能阻挡白色洪流的冲势。兄弟们，冲杀！石云峰高举带血的长刀，毫不畏惧地率先迎了上去。石村战士个个穿着黑色披甲，嘶吼着冲锋，如同一道黑色洪流，黑白撞击在一起，最原始的惨烈战斗，刀刀到肉。最极致的力量对撞，拳拳见血。石云峰还在冲锋，可他身后的兄弟越来越少，白色洪流吞没了一切，石云峰也在厮杀中渐渐被淹没。血色骑士之上的弓箭手一直没有停止进攻，他们距离近又居高临下，优势极大，可以清楚地射杀白狼。好几只白狼甚至被生生射中眼珠、心脏等要害，只是白狼数量太多，弓箭根本不够用，只能轮换射击，用完一批换一批人。可饶是如此，仍旧没办法阻挡白狼群的进攻。很快，白狼群已经堵在村口，要不是有血色巨石堵住，他们早就冲进村子大快朵颐了。肉搏战已经结束，1000多战士大部分阵亡，白狼王踩着遍地血尸，缓缓靠近。他停在一处古剑旁，那是老族长先前射出去的箭。扬言凡越过此剑者，死！白狼王巨大的尾巴横扫，瞬间将古剑碾碎。他嚣张地盯着站在祭台上的老族长，准备迎接自己等待了30多年的胜利。虽然狼群暂停了冲锋，可站在血色骑士上的弓箭手并没有停止进攻，败局已定，他们却没有放弃。白狼王终于厌烦了箭雨，一声怒吼，几只头狼会意，纵身跃上血色骑士，将上面的弓箭手尽数拍死。回来！老族长大声吼道：“逃回村子，不能白白牺牲，这不是勇气，是愚蠢！”族长，我们是最后一道防线了。弓箭手们不愿后退，因为身后就是石村，石村之内有着他们真正珍视的一切。退回来，这是命令！老族长怒吼，弓箭手们百般不愿，也只能执行。白狼王再次发出长啸，准备下一轮冲锋。血色骑士虽然挡住了去路，可终究是死物，他们完全可以绕开。就在这时，血色骑士猛然燃起大火，火焰极为恐怖，几只在血色骑士顶上耀武扬威的白狼瞬间被烧成火球，一声声哀嚎传来，没一会儿就全都烧成了灰烬。老族长哈哈大笑：“纪灵大人出手了！”血色骑士的恐怖火焰，他们是领教过的。狼群也被突如其来的大火镇住了。作为动物，天生畏惧火焰，剧烈的火焰完全封锁了冲锋路径，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让这个丑石头出风头，你直接动用根系，再一次死死缠住血色大石头，高高举起，重重砸向狼群，如同一把巨锤轰然落地。几十只白狼被砸成肉泥，又被火焰烧成灰烬，管杀管埋管火葬。一条龙服务，惊讶、
震撼不仅是绝望中的石村人，就连漫山遍野的狼群都呆愣了。这是前所未有的攻击方式，他们从未见过一块燃烧着无敌火焰的巨大石头已经够离谱了，没想到还有狂舞的树根如同大锤一般，一次又一次的砸击。你现在爽得很，根本没空关注众人的震惊。你控制着树根，挥舞着血色骑士，一下又一下砸击狼群，每一下都大获丰收，数十只甚至上百只白狼登时化为肉泥，场面壮观至极。血色骑士周身火焰熊熊燃烧，一次比一次猛烈，一次比一次恐怖。也不知道他是兴奋还是在向你抗议，表达自己的愤怒。按理说恐怖的火焰应该把树根烧成灰烬才对，可你的树根显然并非凡匹，根本烧不着，哪怕偶尔有一根被烧毁，你无穷无尽的根系也会第一时间补上。血色骑士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乖乖当你的战斗武器。你不停砸击，一开始的目标就是狼王，一次次靠近，现在狼王已经进入了你的攻击范围。你再一次高高举起血色骑士，表面上是砸击附近的狼群，实则是准备来一发血色骑士炮弹。树根绑着血色骑士疯狂转圈，等速度快到极致之后，你猛地松开树根，血色骑士如同一发炮弹，精准地冲向雪狼王的脑门。雪狼王瞬间意识到危险，一根根毛发竖起，竟闪烁着金色光芒，他如同一阵风般原地消失。轰隆！血色骑士重重砸下，威力极大，直接将一座小山砸成齑粉，在地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，周围树木更是无一幸免，尽数摧折，狼藉一片。跑得慢的雪狼瞬间被砸成肉泥。雪狼王立于不远处，双目圆睁，透着丝丝血红。刚才他还站在那座小山上耀武扬威，结果眨眼功夫，小山已成齑粉。现在他后悔了，没想到石村附近竟如此恐怖。好在一开始冲锋时树根和石头没法攻击，否则他们早就败了。你也颇为无奈，攻击范围有限，强壮树根的长度决定了攻击半径。虽然根系可以感知100公里之内的一切，但并不意味着100公里内都有战斗力。事实上，只有最强壮的根系才有攻击力，满打满算也才1公里而已，顶多在石村门口耀武扬威。老族长哈哈大笑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两位纪灵联手出击，本来溃败的局面瞬间扭转，现在反倒是石村成了优势方。你的一番猛砸乱锤已经干掉了2/3的白狼，就连雪狼王都只能仓皇逃窜。祖宗庇佑，赐我神力！老族长一声怒吼，双目之中闪耀出璀璨的神火，他身上披着的5色神羽衣熊熊燃烧起来，周身浸在火焰之中，却毫发无伤。准确地说，那并非真正的火焰，而是历代先祖的庇佑，以明亮火焰的方式展现在众人眼前。老族长如同浴火而生的战神，踏着火焰再次拽开巨大的骨弓，他浑身赤裸，虬结的肌肉如同一块块古铜，整个人犹如古铜浇铸的雕塑，充斥着爆炸般的力量感。刷刷刷！老族长连射3箭，惊天动地，威力恐怖到极点。之前拽一次弓弦他都手指颤抖，似乎力竭，可现在竟连开3次，而且每一次都威力骇人。第一箭射中了雪狼王宽大的肩头，若非他躲得快，这一箭该正中脑袋。雪狼王发出怒吼，周身毛发再次泛起金光，双目射出血色华光，某种神秘的力量让他瞬间拥有了超乎想象的速度。第二箭接踵而至，刁钻狠辣的角度，本该躲无可躲，可雪狼王偏偏在毫厘之间找到了唯一生机，堪堪避过。第3箭呼啸而来，这一次才是真正的躲无可躲，避无可避。老族长身为顶尖弓箭手，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前2箭只是铺垫，这一箭才是真正的绝杀。狼王一声怒吼，符文闪烁，身后竟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狼头虚影。咔嚓！狼王一口咬住骨剑，剑身登时崩碎。这一剑本就是冲着他的嘴去的，若能射中，必死无疑。可狼王艺高胆大，竟然生生咬断了。老族长不由感叹一声，没想到这个畜生还是这么难缠。狼王再次怒吼，耀武扬威，可实际上他已经败了，要么带着残兵败将灰溜溜滚回雪狼山，要么再次发起冲锋。而冲锋的代价，自然是再次进入石村纪灵的攻击范围，被燃烧的石头和狂舞的树根打成碎渣。畜生，你败了！老族长怒吼大喝，这一声既是浇灭狼群的嚣张气焰，也是为石村的战士们狠狠提了一口气。白狼王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，他再次发出长啸，发起冲锋。这一次他冲在最前面，引领着已经吓破胆的雪狼群。雪狼群早已丧失了战斗意志，可在金色狼王的带领下，他们竟瞬间恢复了战斗勇气。一声声长啸传来，向石村冲锋。石村村口门户大开，血色骑士已经不在那儿挡路，他们可以畅通无阻地冲进去。来得好！雪狼群刚冲进来，老族长便厉声大喝，一声巨响，天塌地陷，村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，猝不及防的雪狼群一下掉进去大半，剩下的也被大坑阻隔，无法进入石村。大坑如同天堑，
还等什么？老族长怒喝。杀！战士们这才反应过来，因为太过惊喜，都忘记行动了。他们一拥而上，石头、弓箭、砖块、黄土、毒药，一股脑全都扔进大坑。大坑极深，雪狼群根本爬不上来，只能在坑底挨砸。坑内还插满了削尖的铁竹，摔下去时就已经死了七七八八，全被串成了肉串，鲜血狰狞。最关键的是，雪狼王也掉了进去，他带头冲锋，自然是第一个掉下去的。如此关键的时刻，怎么能少了你？你再一次展示能力，控制树根抡起巨大的血色骑士，重重砸进坑里。这一下完全就是盖了帽，整个大坑都被血色骑士堵得严严实实，一只苍蝇都跑不出来。血色骑士熊熊燃烧，火焰恐怖至极，彻底断绝了雪狼群的一切生机。仅存的雪狼见此，一个个露出惊恐之色，他们失去了首领，何去何从，完全乱了方寸，一个都不能跑，全部杀光！老族长大喝，石村战士们挥舞着长刀，再次发起冲锋。石云峰浑身是血，带着数十个残兵拦住退路。此时残存的白狼早已吓破了胆，一个个没头没脑的乱窜，大部分都成了石村战士的刀下亡魂。有些侥幸逃脱的，却被夺命的弓箭射中。哪怕石村人不去追猎，带着致命的箭伤，他们也没法在残酷的大荒中活命。老族长仰天大笑，赢了！这场长达30年的争锋，他赢了。双方不仅赌上了彼此的性命，还押上了整个族群。胜者自不必说，败者失去一切。树根拽着血色骑士缓缓升起，大坑之内全是烧熟的雪狼尸体。老伙计，你还在吗？老族长望着大坑，有些遗憾，没能亲手送老对手上路，给他大荒最高的荣耀。突然，一声惊天怒吼从坑中传来，声音极大，连老族长都吃了一惊。大坑之中，一道金色光芒骤然窜出，是雪狼王。在同族的尸体和灰烬之中，他竟然再次冲了出来，凶狠恐怖的霸道之气傲立在老对手面前，能在如此残酷的绝境之下存活下来，雪狼王确实有不凡之处。以如此姿态再次发起冲锋，也着实厉害。只是他的模样似乎有些滑稽，雪狼王原本茂密的金色狼毛全都不见了，光秃秃的，全被烧成了灰烬，只剩一副金色的皮囊，再加上巨大的狼头，看起来喜感十足。老族长不由感叹道：“老伙计，你瘦了。”确实瘦了。狼王怒吼着，发了疯般冲向老族长。老族长是他宿命般的敌人，战胜了老族长，似乎就战胜了虚无缥缈的宿命。来得好！老族长拽开弓箭，又是3箭齐发，连续拽动3次弓弦，让他周身气血翻涌，手指都磨出了血。3箭全中，太精了，速度又太快，根本躲不开。尖头、狼爪，甚至一只狼眼全都被射中。贯穿狼眼的那一箭，箭头从后脑穿出，死死定在身后的岩石上，让狼王动弹不得。饶是如此，狼王仍旧发出不甘的嘶吼，仍旧要战斗。结束了。老族长放下弓箭，一步步走近，一拳打在狼王心脏上，让他所有的肌肉都失去了动力。没一会儿，狼王如同一滩烂肉，缓缓从老族长身上滑落。老族长高高举起狼星，看向自己的族人。这一场战斗，献给祭灵，献给族人，献给死去的兄弟和亲朋，更是献给自己。胜利的欢呼声十分短暂，很快就变成了悲伤的哭泣。劫后余生固然值得欣喜，可亲人的逝去才是真正的悲伤。石村强壮的战士十不存一，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，留下孤儿寡母嗷嗷待哺。把孩子们的遗体都抬回来，好生安葬。老族长长长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还有狼群的尸体，全都收集起来。狼肉虽然不好吃，可终究是肉。这些血肉，除了给村民吃之外，还要留出一半献祭给3位祭灵。正因为祭灵大人出手相助，石村才得以幸免。”老族长擦干身上的血迹，跪于3座祭灵之前，低声祈祷：“3位祭灵大人，老朽代表石村，感谢3位大人的鼎力相助。”3位祭灵静默不语，感谢只是小事，老族长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事。3位祭灵大人帮忙，老朽理应履行承诺，奈何此战损失太过惨重。按照约定，老族长要献上他锤炼了50年的3滴真血。3位祭灵大人放心，我绝无反悔之意，只是希望再给老夫一点时间。
柳神没有反应，你也静观其变。可血色骑士的暴脾气却忍不了了，火焰熊熊燃烧起来，巨大的火苗直冲天际，烧红了一大片天空。好家伙，如果狼群进攻时能有这等火焰，肯定能更快的解决战斗。走你控制树根，直接把血色骑士扔到了村口。这家伙就不该待在祭台上，在村口守大门才是他最合适的归宿。老族长脸色微变，没想到一向毫无存在感的小树苗变得如此霸道，一言不合就是起飞，送最凶狠的血色骑士去看大门。诸位祭灵大人，其实也用不着如此愤怒。老族长缓缓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计划其实很简单，他亲自率领年迈的老伙计们，最后出征一次，去寻找羊群，一定要为石村带回丰厚的血食。只有如此，石村才能真正熬过寒冬，才能继续在大荒存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肉食，必然要饿死一批老弱妇孺。想法是好的，可此行必然凶险。虽然没了狼群，可大荒处处都是致命危机。这一群老人出去，恐怕有去无回。族长，怎么能让你们去呢？石云峰大声道：“一切都是我造下的冤孽，理应我去。”他信心满满，再次率领狩猎队一定能大获全胜。毕竟熟门熟路，又没了狼群的威胁。你们都多年没离开过石村了，多年没有狩猎过，若是强行出去，恐怕死在路上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成功了，也会损失大批老战士。石云峰这一次头脑倒是清楚得很。好孩子，你开窍了。老族长笑道：“我无忧矣。”事实上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老伙计们战死魂归大荒，正好减轻石村的负担。若是成功，也算为石村尽最后的义务，为孩子们铺平道路。族长，你不能这么干啊！石云峰流泪道：“你的伤势还没好。”孩子，老族长忽然打断他：“你觉得你有能力成为族长吗？”石云峰一愣，随即连连叩头：“我没有。”族长，石村还需要您老主持大局，您老绝不能去狩猎。傻孩子，老族长笑了笑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迟早魂归大荒。到了那时候，谁来扛起石村？”石云峰浑身一震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老族长是在交代后事。不行！石云峰擦着鼻涕和眼泪，哽咽道：“冲锋陷阵，狩猎猛虎，我或许行，可是成为族长，我远远不够。”这一点他心里清楚，他的能力撑死了也就是个狩猎队长，若当了族长，对他个人还是对整个石村，恐怕都是一场灾难。那你觉得谁合适？老族长又问：“您的儿子石云岭。”石云峰毫不犹豫：“他最聪明，顾全大局，一身修为不凡，气血天赋和古文理解也远远超过我。其次呢，石云海，我的弟弟，他也很聪明，精通医术，在族中威望很高，年富力强。”老族长点了点头，这两个人确实都是合适的人选。还有石云霄。石云峰认真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“他虽然能力不如前两位，可出身好，背后的五族实力极大，族中各大长老都跟他有渊源，最支持他。若他上位，必然能团结各方力量，帮石村渡过难关。虽然石村赢了这一仗，可接下来仍旧困难重重，确实需要各方势力的鼎力相助。”孩儿好。老族长道：“我走之后，若不能归来，族长人选就按你说的办。我儿云岭若不能回来，就让石云海执掌。若他也不行，再换石云霄。”族长三思。石云峰痛哭流涕：“您三思啊！”他无比懊恼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贪功冒进。起来！老族长骂道：“你是铁血硬汉，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，哭哭啼啼成什么样子？”石云峰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泪，努力收拾好情绪。老族长目光温和了些，缓缓道：“孩子，我了解你，你靠得住。我嘱咐给你的事情，一定要办好。”这是老族长最担心的事，他能回来自然最好，要是回不来，就只能靠石云峰了。石云峰这个汉子虽然多有冲撞，甚至对他不敬，可没什么坏心眼，只要他答应的事情，并且对石村有利，就一定会坚决执行。这也正是为什么两人不和，老族长却依然让他坐稳狩猎队长这个关键位置的原因。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石云峰咬牙切齿道：“谁要是敢出幺鸽子，先问过我手里的刀。”老族长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准备祭祀吧。”这可能是他作为族长主持的最后一次祭祀了。祭祀这么多狼尸，能获得多少点数？你也颇为期待。大荒苍生，石村一脉。老族长伤口鲜血狰狞，赤着脚踩在血泊之上，血肉太多，鲜血汇集成小溪，在祭台上流淌。以洪荒血石祭天地之灵。他举起大堆血肉，走到柳神面前，高声道：“青柳之垂怜，
此春生之力。轰！一道道辉光闪烁，雷击木上那一缕翠绿欲滴的柳条竟有了些许回应。这似乎是第一次柳神恢复生机，给予回应。他是为石村的生存之战送上赞歌，还是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恢复了勃勃生机，不得而知。老族长大为意外，没想到柳神竟有了回应。小山一般的血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柳神吞噬，因为血石的滋养，柳条愈发鲜活，如同碧玉一般，极具美感。称奇石战役，助神火风麻。老族长在祭台上继续呼唤，可血色骑士并不在，早被你扔到村口去了。轰隆！粗壮的树根破土而出，疯狂吸收着血石。老族长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什么情况？剑木抢夺了本该属于血色骑士的那份血石，你是个有仇必报的。上次血色骑士强行偷走了你大量祭祀血石，那自然要双倍还回来。当然，你也是个讲道理的，只拿走了双倍而已，并没有全部拿走。村口的血色骑士火焰熊熊燃烧起来，显然极为暴怒。众人见此都大为惊骇，老族长也不知如何是好。两个祭灵之间相爱相杀，大家也算有目共睹了。战斗时亲密无间，一起组合成大锤砸狼群。祭祀时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，其中孰对孰错，真是难以评说。走你还是讲道理的。吸收完一部分后，动用树根又把血色骑士拽了回来。血色骑士重归祭台，马上燃起熊熊火焰，疯狂吞噬血肉。少了一半的血肉让他愤怒非常，可又无可奈何。诱我足矣，心火永续。老族长跪在祭台上，向你献祭。毫无疑问，这场战斗真正的关键胜负手就是祭台上那株看似弱不禁风的小树苗。你强大的根系创造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。轰隆！你驱动根系，疯狂吸收大荒血石，生命点数不停攀升，这种感觉很舒服，很踏实。突然，血色骑士再次燃起火焰，又想来抢。你轻车熟路，只用了一根树根就把他送回村口看大门了。血色骑士彻底暴怒，火焰一丈比一丈高，可毫无用处，只能继续守大门。众人见此，不由抿嘴偷笑。向来霸道的血色骑士，终于遇到克星了。叮，恭喜宿主获得200生命点数，加上之前的100，已经到了300。血狼王的血肉献给神树剑木。老族长亲自动手剥皮，取下一块块极为珍贵的血狼王血肉。哪怕这头畜生已经没有丝毫生机，其血肉之中仍旧蕴含着恐怖的力量光辉。血狼王的血肉献给神树剑木。石村村民跪在地上齐声高呼：好东西！你单用根系感知，就能真切感受到血肉中蕴含的强大能量。叮，生命点数加100。好家伙，实在没想到血狼王的血肉竟有如此恐怖的奖励。你有心理准备它远超寻常血石，可没想到会离谱到这种程度，生命点数暴涨到500。这一枚血狼王之心献给神树剑木。老族长高举血狼王之心，重重砸在你的跟前，大声道：大荒古血交灵书，荒古战役归剑木。这一场死战扭转乾坤，全是剑木之威。叮，生命点数加500。血狼王之心能够获得的生命点数更是到了恐怖的地步。叮，恭喜宿主，生命点数到达1000，解锁技能魂息归虚。新的技能，没想到还有惊喜，一波接一波的，你都有些麻木了。魂息归虚，魂息归处，荒之须臾，一连串记忆涌入你的脑海，是魂息归虚的功能介绍。其实功能很简单，你拥有了收摄灵魂的能力，凡是周遭死亡的生灵，其魂魄你都可以收摄。收摄之后有什么用呢？你心中不解，看似很逆天的技能，却没什么具体用处。这些灵魂难不成能炼制成阴兵，成为你的武器？微微一感知，无数血狼灵魂密密麻麻出现在天空之中，不甘、愤怒、恐惧、悲愤，种种负面情绪在血狼群灵魂中充斥。为首的血狼王更是不停发出怒吼，他修炼100年，已是狼群中的绝对王者，甚至有一丝窥见洞天境的可能，结果却被生生打死，其中不甘和愤怒可想而知。收！你心念一动，天空中顿时刮起阴冷的狂风，一股只有灵魂才能感知的狂暴吸力从剑木中心发出，灵魂狼群瞬间狂乱，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危险。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但心中清楚，绝不能被吸走，否则连轮回往生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血狼王怒吼一声，也不敢再嚣张，带领无数灵魂狂奔，企图躲过狂乱的阴风。可从剑木中心，一道道灵魂锁链凭空出现，生生锁在每一个血狼灵魂的脖颈上，他们想逃，却寸步难行。收！你再次心念一动，灵魂全都被拽入剑木深处，
魂兮归虚，灵魂归处，称之为虚。虚内是什么？看不清，摸不透，不可说，不能道。灵魂入虚，突然传来恐怖的哀嚎声，一个个灵魂被碾碎，就连雪狼王也不能幸免，没有任何挣扎之力。最终，所有灵魂都消失了，升华了，只留下一枚苍白的灵珠。灵珠之上雕刻着一头雪狼王的侧影，时不时还能听到雪狼王愤怒的吼叫。此珠有何用？你心中不解。狼魂阴灵珠，即炼化阴灵而凝结的神物，吞服后可觉醒狼王本源魂骨，极大提高战斗力，可纵横天地间。你大为意外，没想到有如此大的用处。本以为这些找不到家的狼魂一无是处，迟早随风飘散，没想到竟能炼化出阴灵珠。如果这枚珠子被10村强大的战士吞服，10村就能诞生一个如同狼王一般的恐怖战士。之前献祭的那些血肉，为何没有看到什么阴灵？你沉思片刻，大概率是因为那些生灵不够强大，都是些食草动物的血肉罢了。你现在了解了基本的规则，生灵越是强大，献祭时生命点数越多，也就是说，必须狩猎更强大的生命，而这个前提条件就是10村战士必须越来越强大。没有足够多的强大战士，根本没法狩猎强大凶兽，甚至10村的存亡都是问题。把孩子们的遗体都抬回来，好生安葬。老族长流着泪说道。族人们收拾着战士们的遗骸，为他们整理仪容，送他们最后一程。悲伤的氛围笼罩在10村上空，战士们一个个残破的躯体旁，亡魂一点点升腾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似乎即将消散。轮回往生吗？你也感受到了其中的悲伤。魂兮归虚自动发动了，一旦发现亡魂，虚中便生出无数灵魂锁链，将一个个亡魂统统锁住。死去的战士们顿时一阵慌乱，没想到会遭遇如此突如其来的恐惧。只要你心念一动，他们就会被拉入虚中，跟雪狼灵魂一样，被彻底炼化，永世不得往生。不可！你怒斥，这些人个个都是铁血英豪，岂能如此侮辱？他们的英勇天日可见，怎么能受跟畜生一样的待遇？他们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痛苦，绝不能再泯灭他们的亡魂，炼化成一枚阴灵珠。你宁愿放他们离开，哪怕是巨大损失，这是对烈士们的敬重。可是轰隆隆，灵魂锁链自行发动了，一个个不屈的战魂被拉入魂兮归虚。你大为不解，为何会如此？自己根本没有下令，灵魂锁链竟然自行发动了，岂有此理！倒反天罡，眨眼功夫，死去战士的亡魂全都被拉了进去。可奇怪的是，战士亡魂没有传出任何痛苦之声。要知道，血狼魂被炼化时，那无尽的愤怒和哀嚎，痛苦之惨烈前所未见。可炼化战魂时却安安静静，不仅没有痛苦，你反而感到了战士们欢欣的情绪。没错，就是欢欣的狂喜。战魂们好像不是在被炼化，而是在享受一场酣畅淋漓的洗礼。一声嗡鸣，一粒粒如宝玉般翠绿的珠子出现了。战魂树种，战魂凝结而成的树种，携带着亡故战士不屈的意志，栽种之后生长为参天大树，庇佑后世子孙。一粒粒碧玉般的珠子看起来就舒服很多，每一粒珠子上隐现着亡故战士的音容笑貌。一连串关于战魂树种的信息涌入你的脑海。不仅如此，你还能跟每一粒战魂树种交流。战魂树种栽种之后，就会成为你感知的一部分，与你的神识连接在一起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就是你的眼睛和触手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亡魂在参天巨木中滋养，会越来越强大。他们可以进入直系子孙的梦境，与子孙相见，教授曾经的学识和经验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永远的陪伴，这倒算是好事。可你还是一个个与战魂树种交流，只要他们愿意轮回往生，你就放他们离开。只是没有一个人拒绝，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永远守护10村，绝不轮回往生。其实也不用问，答案不言而喻。一个生前都义无反顾守护10村的战士，死后怎会忘了初心？他们的坚守自始至终值得尊重。去吧。你放开了静止，一粒粒碧玉般的战魂树种发出青绿色的生之光芒，冲天而起。他们自行选择扎根的位置，有些选在自家门口，日日见到亲人，守护亲人；有些远远生长在10村最外围，仍旧做亲人们的哨兵，守护一方。还有些生长在自己最爱的美景旁，祭台之侧，满天霞光，刺得10村人睁不开眼。等霞光散去，族人们惊讶地发现，10村内外生长出了许多参天大树。没错，战魂树种只在眨眼之间就长得极为巨大，10村前后内外都被巨大的树荫遮蔽，前所未有的隐蔽。本来10村的位置就极难寻找，有了这些大树的遮蔽，更加迷踪。若有不认路的闯入者，有可能永远迷失在树林之中。起初10村人还感到莫名其妙，怎么
突然多了这么多大树？可渐渐的，他们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。虽然一棵棵参天大树各不相同，可村民们还是准确找到了独属于自己亲人的那一棵。他们抱着大树，就像拥抱亡去的亲人，魂兮归墟。看来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沉思着，并不是只能炼化出狼魂阴灵珠，不同的生物炼化出来的东西也完全不同。强大生灵的灵魂炼化出来的东西，恐怕也极为强大，有着难以想象的功效和能力。真是太好了！老族长擦了擦眼泪，他自然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剑木神树的馈赠。感谢纪灵大人，希望您能永护石村。他再次跪下，默默祈祷，希望3位纪灵大人永护石村。这小老头很聪明，不愿意放走任何一位祭灵。虽然之前约定过竞争上岗，谁最强就独享祭祀，可老族长心里清楚，拥有3位祭灵才是石村最大的福气。况且柳神不争不抢，最暴怒的血色骑士也已经被你驯服，3位祭灵算是和睦相处了。虽然血色骑士经常发怒，经常被扔到村口看大门，但无伤大雅。大荒凶险，不过3位纪灵大人放心，老夫不管是死是活，3滴真血绝不辜负。老族长叹息道：“只希望3位纪灵保佑石村度过寒冬。”轰隆隆！突然，你的剑木神树燃烧起来，火焰恐怖，其余战魂大树也全都燃烧起来，一棵棵参天古木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。老族长错愕非常，死死盯着火焰，火光之中似乎蕴藏着无尽的神秘。啊！老族长惨叫一声，满头大汗，众人吓了一跳，纷纷上前询问。火！老族长叫着，众人更加莫名其妙，哪里有火？一点火星都没有啊！等了好一会儿，老族长才反应过来，根本没有真正的火焰，一切只是他自己看到的幻象，是神迹。老族长望着你，一点点回忆着火光中的种种，是剑木神树的神迹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也看清了火光中的信息，那里面有着前往羊群的路途，路上的危险和致命威胁都一一标注，还有很多安全隐蔽的小路，可以让他巧妙地避开凶险。这是你唯一能做的。既然阻止不了这个老顽固，就只能帮帮他。展示神技、入梦沟通和根系控制本就是你最基础的3个技能，如今有了大量生命点数，自然可以轻松使用。有了这张地图，成功率大大增加。老族长十分高兴，心中再次燃起豪情壮志。本来他没什么信心，现在却不同了。老伙计们，他转向那群年迈的老战士，高声道：“随我一起猎杀羊群，如何？”他要带领老伙计们最后一舞。一群老头子吼叫着，其战意和强大气势绝不输任何一个年轻人。休整一晚，第二天黎明时分，老族长就带着老伙计们出发了。黎明最为黑暗，老族长此行却要给后辈子孙搏一个光明的未来。7日之后，石云岭回来了，他的归来让族人们极为诧异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老族长派了自己的儿子去掏狼窝，只有石云峰等几个高层知晓内情。族人们一直以为石云岭和100多名战士已经战死了，雪狼群被击退了。石云岭不敢相信，他早已做好了最坏打算，小心翼翼地靠近石村，唯恐雪狼群还在。可并没有，石村反而堆着大量狼尸，村民们正在重整家园。赢了！石云岭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纪灵保佑，纪灵保佑！石村活下来是天大的好消息，而他也带回了好消息。此行如何？可有收获？石云峰激动地问。大有收获。石云岭笑道：“雪狼山的狼崽子全给掏干净了。”斩草除根，屠灭狼族，100年之内恐怕不会再出现雪狼群了。零星几个也成不了什么 keep。当真？石云峰不敢相信，大声追问：“如此大功，可有伤亡？”每一次狩猎都有伤亡，在所难免。如此大的功劳，有些伤亡也情有可原。无一伤亡。石云岭骄傲道：“一个兄弟都没折。”胡扯！石云峰瞪大眼睛：“怎么可能？我们去时147人。”石云岭笑着伸手一指身后：“你数数看，少了一个吗？1、2、3。”石云峰还真就老老实实一个个数了起来，数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道：“真没少，一个都没少。”我的天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山人自有妙计。石云岭哈哈一笑，故意卖关子：“救救我，我以后也掏狼崽子去。”石云峰央求道：“不行。”石云岭摇头道：“这可是我的绝招，没有一坛好酒。秘制烤全羊，绝无可能告诉你。”臭小子，敲诈我呗！石云峰哈哈大笑：“我请客！如此大功劳，必然要好好庆祝一番。”听到没有？石云岭笑着冲众人喊道：“狩猎队长请客，他家里可有好酒？”对，
不仅有珍藏10年的好酒，嫂子的烤全羊手艺可是非常棒。太馋了，我太馋嫂子了！什么屁话？你敢馋嫂子？不对不对，馋嫂子手艺。收获大胜，大家都格外放松，一个个调侃起来，哈哈大笑。诸位，石云峰忽然表情一肃，喝酒之前，先敬死去的兄弟。众人安静下来，眼中浮现哀伤之色。他们心里清楚，虽然赢了，但一定是惨胜。石村付出了极大代价，曾经并肩战斗的兄弟一定折了不少。云峰哥，石云岭也严肃起来，差点忘了一件大事，得先祭拜纪灵大人。对，石云峰点头，每一次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祭拜。石云岭跪在祭台前，虔诚叩拜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我心中有困惑，实在不解，希望纪灵大人可以答疑解惑。”一路上他都没有想明白一件事，只能求助纪灵。正在石云峰狐疑之际，石云岭忽然从怀中掏出一只白色毛发的小狼崽，小狼崽竟有着金色眼瞳，额头上还有一缕金毛，虽然个头很小，看起来却极为不凡。石云岭掏了那么多狼崽子，唯独见到这只小家伙时下不了手，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你也瞬间感觉到了小狼崽的不凡，看到它金色的瞳孔，你脑海中蹦出一个名字：金毛雪狼。你猜测金毛天生就有着影响人心的神秘能力。石云岭不明所以，终朝也在情理之中。这小畜生是生是死，请纪灵定夺。石云岭一咬牙，最终说道：“留下他倒也不是坏事。你对这头小狼崽没什么偏见，只要好生喂养，金毛雪狼成长起来，会成为石村了不起的守护者。要知道，金毛雪狼的血脉比雪狼王还要尊贵。雪狼王虽然强悍，可并没有觉醒金毛血脉。”突然，翠绿欲滴的柳条垂落下来，搭在小狼崽头顶。一开始大家以为是巧合，等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不是，那是柳神的枝丫在不停地抚摸着小狼崽。小狼崽似乎也感觉到了柳神的善意，抱着柳条在地上打滚玩耍起来，有意思。你大为意外，没想到一个狼崽子竟能获得柳神的认可。柳神接纳了他。石云岭哈哈大笑，别提多高兴了。既然柳神都接纳了，这小东西自然不用死了。一路走来，他跟小东西早有了感情，万万不愿意看他死。正因如此，才交给纪灵大人定夺。而纪灵大人也给出了他最想要的答案。小东西似乎也很高兴，站在祭台上对天咆哮。只可惜完全没有雪狼王的霸气，反而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看来那枚雪狼阴灵珠有了好去处。你本打算把它送给族中某位战士，在经年累月的真血浇灌下，有机会觉醒本源魂骨，虽然几率不大，但也算不错的尝试。而现在将阴灵珠给小东西吞服才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本源相近，觉醒本源魂骨的概率大大增加，甚至可以说板上钉钉。吱呀，你的枝干抖动，嗡鸣连连，瞬间吸引了小东西的注意力。他跑到你面前，歪着脑袋十分好奇。吱呀，再次抖动，一枚狼魂阴灵珠出现，悬浮在小东西头顶。小东西见了顿时激动起来，张大嘴巴猛地跳起，想要一口吞掉。剑木神树赐下神珠，石云岭惊喜道：“连剑木神树都认可了小东西。”本来他还有些顾虑，现在两位纪灵都给出了答案，顾虑也就彻底打消了。又是一声嗡鸣，狼魂阴灵珠消失了。小东西一脸失望，围着你转圈，急得不得了，就像讨零食的小孩子。别急，好好表现，到时候自然会赐给你。一片片树叶落下，砸在小东西头顶，就像一双大手轻轻敲了敲他的脑壳。小东西颇有灵性，瞬间明白了你的意思。他现在身体太弱小，根本承受不了狼魂阴灵珠的强大功效。等他成年，你自然会赐下珠子，令他更加强大。看来纪灵大人很贴心。石云岭笑道：“现在不让他吃，是怕伤了他的身体。”别说小东西了，哪怕是他，想必也承受不了珠子上那恐怖的药力。刚才远远望着，都能感受到那强大到极点的威压，一般人吞下去，绝对七窍流血而死。血色骑士又熊熊燃烧起来，似乎极为愤怒。石云峰皱眉道：“看来血色骑士纪灵不同意，也不知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，还是真不喜欢小东西。”小东西也很不服气，对着血色骑士龇牙咧嘴。小小的身板敢于直面如此恐怖的纪灵，还真是勇气可嘉。给彼此一些时间吧。石云岭道：“想必相处一段时间，血色骑士大人也会接纳这个小东西的。”血色骑士的意见好像不太重要了，他不就是你的武器吗？一边去！你驱动树根，直接把血色骑士又扔了出去。血色骑士在天空中画了一道好看的弧线，滚落在一处小山脚下，再次燃起剧烈火焰，愤怒到了极点。众人见此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云峰哥，石云岭小心翼翼地开口，虽然大家一直很高兴，可他心里始终有个担忧。他的父亲虽然击败了雪狼王，可父亲是否还活着，仍是未知数。石村能赢，大概率是父亲牺牲了自己。老族长呢？
石云峰沉默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老族长肉搏雪狼王，虽然受了伤，但无大碍。肉搏？石云岭睁大眼睛，不敢相信。肉搏雪狼王？多小众的词啊！这是。老族长只受了轻伤，不仅轻伤。石云峰双目神采飞扬，满是崇拜。族长他还打碎了雪狼王的心脏，老头子这么厉害。石云岭也高兴起来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老家伙还有如此神威。在每一个孩子眼中，父亲都是伟岸的，他也不例外。这一次，父亲又证明了自己的强大，让儿子由衷崇拜。那是当然。石云峰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石云岭大笑道：“我要敬他一杯。好久没跟老东西喝酒了，这一次不醉不归。”石云峰沉默了。老族长不在了，他已经离开了石村。什么？他带着老伙计们去狩猎羊群了？石云岭的笑容瞬间凝固。石云峰，你混蛋！他暴怒之下，一拳打在石云峰鼻子上，巨大的力量直接摧毁了他的鼻梁，骨头粉碎，鲜血狂飙。你做下的孽，让我老爹擦屁股！你是人吗？狩猎羊群之事是石云峰不顾劝阻执意要去的，结果损兵折将，如今却要老族长带着一帮老人重新出征。